你让 AI 写一封邮件，它不是在某个神秘房间里安静思考，而是一整排机器在疯狂翻资料、搬数据，互相配合。只要这个临时工作台不够快 ，AI 就会卡；只要仓库里的关键零件不够用，整条 AI 生产线就会开始涨价。美光这次财报真正要看的不是简单的营收和利润有没有超预期，而是市场已经把一个存储公司提前当成 AI 时代的收费站来定价了。看完这期，你至少能避开一个很常见的坑，看到股价涨了很多就只问还能不能追，看到市盈率不高就以为它还便宜。美光过去这一轮从低位涨到接近$1100附近，表面看是一个半导体股票的暴涨故事，深处其实是 AI 工厂扩建过程中资料台、仓库和通道全部被重新定价的故事。后面会讲到几个关键变量，如果你想反复对照财报，可以先收藏起来。很多人看美光会本能的把它当成一个老牌周期股。周期股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行业冷的时候没人要，价格跌到公司难受；行业热的时候所有人抢货，价格涨到客户难受。存储芯片过去就是这种生意， DRAM NAND 的价格一轮一轮涨，一轮一轮跌，投资者也一轮一轮被教育。但这一次最麻烦的地方在于 AI 把这套老逻辑打乱了。你可以把 AI 芯片想象成一个非常聪明但非常忙的厨师，厨师再厉害，如果每做一步菜都要跑到很远的仓库找食材，效率也会被拖垮。他需要一个离手边很近，拿东西特别快的工作台。这个工作台越快越大， AI 处理复杂任务就越顺，这个角色就是市场现在疯狂讨论的 HBM。 所以美光的故事不是存储价格涨了，所以股价涨了这么简单。真正的变化是存储从过去那个容易被砍价的普通零件，变成了 AI 机器能不能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你一旦站在这个角度看，美光的涨幅就不是单纯情绪炒作，而是市场在重新给它的位置贴标签。但我也要把话说在前面，标签变了不代表风险消失。市场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没有逻辑，而是逻辑太顺了。现在很多人看美光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 I 需求爆发， HBM 供不应求，产能全部卖光，存储价格继续上涨，财报肯定好，股价也应该继续涨。这个推理听起来没有问题，可资本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提前把这种没有问题买进价格里。上一季美光的财报就给过一次提醒，业绩可以很好，指引可以不差，但股价仍然可能跌。因为股票交易的不是你看到的好消息，而是好消息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差距。当所有人都知道它好，当股价已经提前跑了很远，财报就不再只是考试，而是一次非常苛刻的复查。你想想，一个学生平时考60分，突然考85分，大家会惊讶。但如果一个学生已经被全班默认要考100分，他考95分反而可能被挑刺。美光现在就有点像这个学生，市场不是在问他好不好，而是在问他能不能比已经很夸张的期待还要好。所以这次财报我不会只盯 EPS， 也不会只盯营收超不超预期，那是最表层的答案。真正要看的是管理层会不会给出足够强的下一季指引，能不能证明现在的需求不是短期抢货，能不能解释扩产以后未来不会重新变成库存压力。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容易被散户忽略的变量，库存。普通人听到库存可能觉得这是会计表里的小项目，但你把它换成生活场景就很好懂。餐厅生意不好，后厨堆满食材，老板只能打折清仓，餐厅火爆到刚进货就被拿走，老板就有资格涨价。存储行业也是一样，过去库存堆起来的时候，价格会往下砸，公司利润会被压到很难看。现在如果成品库存只剩很短时间，客户还在排队拿货，那就说明卖方手里有定价权。美光这一轮最强的底气不只是 AI 客户多，而是供给端没有那么容易一夜之间冲出来。存储行业现在不是一堆小公司随便扩产，而是少数巨头在控制节奏。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玩家都知道，过去每一次盲目扩产最后都会把自己拖进价格战，所以这次即使需求很强，大家也不敢完全放开手脚乱上产能，这就是股价被重新定价的核心。需求端像水龙头突然开大，供给端却不是你想拧多大就能多大。更关键的是 HBM 不只是多卖一块存储芯片，它会挤占传统 DRAM 的产能。你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厨房里现在更赚钱更急迫的菜品突然爆单，厨师和灶台就会被挪过去做这道菜。结果是 AI 相关产品紧张，传统存储也可能被间接拉紧。价格上涨不是只发生在一个角落，而是从高端产品往整个存储市场扩散。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光财报会被市场盯得这么紧。
它不是一家公司的单季成绩单，而像是在检查 AI 基建这条链路有没有继续加速。如果美光告诉你 HBM 订单继续被锁定，价格继续坚挺，客户愿意提前签单，那说明 AI 工厂还在扩建。如果它开始暗示价格松动，客户节奏放缓，或者扩产后的回报没有市场想的那么确定，那股价里的高预期就会立刻变重。这里最容易看错的是市盈率。很多人看到美光的 PE 不算离谱，就会本能说涨这么多以后还不贵。这个判断放在成长股上有时候成立，但放在周期股上经常会让人吃亏。周期股最反直觉的地方就是低 PE 可能不是便宜，而是利润已经站在高位，高 PE 也未必一定贵，可能是行业刚从谷底爬出来，利润还没有恢复。这就是老投资人常说的那句话，周期股有时候是买在高 PE 卖在低 PE， 听起来像绕口令，但背后很朴素。公司最惨的时候，利润低 ，PE 看起来高，可价格周期可能已经快到底。公司最风光的时候，利润高 ，PE 看起来低，可高利润可能正在吸引所有人扩产，未来反而埋下过剩的种子。所以你不能只拿一个静态 PE 去判断美光。你要问的是，这一次 AI 需求到底有没有把存储行业的周期性削弱？它是让美光从周期股变成某种成长股，还是只是在周期高点套了一层 AI 叙事？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中间状态。美光确实不再是过去那个完全被消费电子和传统服务器周期牵着走的存储公司。AI 的需求给了它更高的能见度、更强的议价能力，也让高端产品的利润结构发生变化，但这不代表周期被消灭了。只要资本开支上来，只要未来产能释放，只要客户阶段性补库存结束，周期仍然会回来，只是回来的方式可能更慢、更隐蔽，也更容易被乐观叙事遮住。这就是我对美光最核心的判断，长期逻辑比过去更强，短期交易难度也比过去更高。你如果是长期研究者，美光值得放进重点观察名单。它站在 AI 基建的关键位置，不是讲故事的边缘公司。AI 芯片越忙，数据越多，模型越复杂，快速存取数据的需求就越真实。这个逻辑不是靠情绪撑起来的。但你如果是想在财报前赌一把方向，我反而会更谨慎。财报前的股价已经带着很高的期待，市场要的不是不错，而是更强，不是符合预期，而是继续上修。这种时候，公司讲一句保守的话，哪怕基本面没有变坏，短线资金也可能先跑。资本市场有时候很冷酷，它不会因为你长期逻辑正确就奖励你每一个买点方向，对，不等于价格，对，公司好不等于财报前追进去就舒服。这次盯财报，我会把重点放在几个真正能验证逻辑的地方。管理层对下一季的收入和利润指引够不够强，能不能超过市场已经抬高的预期？全年资本开支有没有继续上调？如果继续上调，是因为订单确定，还是因为公司在为未来抢位置？HBM 的产能和客户进展有没有更清楚？尤其是下一代产品能不能顺利进入核心客户供应链？还有存储价格的后续走势，特别是现货和合约价格有没有开始出现松动？这些变量比一句财报好不好更重要，因为财报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指引才是市场愿意继续付钱的理由。我知道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一句话，现在还能不能买？这里不能给绝对答案，我也不喜欢用一句话替代思考。更合理的做法是先分清你到底是在买公司还是在买财报波动。如果你买的是公司，关注的是未来几年 AI 基建带来的存储升级，那你需要忍受中间的波动，甚至要接受财报后股价下跌，但长期逻辑未必破坏的情况。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关注基本面有没有被证伪，而不是一天两天的涨跌。如果你买的是财报，那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财报交易不是看公司好不好，而是看市场定价有没有偏差。现在美光的好已经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 HBM 紧，大家都知道 AI 需求强，大家也都知道存储价格在涨，秘密越少，交易越难。所以我不认为普通投资者有必要在财报前用重仓去赌单边，更稳的方式是等财报把关键变量摊开，看看市场到底是在奖励继续上修，还是在惩罚预期太满。你可以错过最刺激的一段上涨，但也避免在情绪最拥挤的时候把自己放到最被动的位置。对于已经持有的人，重点不是被每一次波动吓出去，而是给自己设定清楚的观察条件。只要 HBM 需求持续强，库存没有反向堆积，价格没有明显松动，管理层指引仍然稳健，长期逻辑就还没有被破坏。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天股价跌了多少，而是产业变量开始变位，市场还在用旧故事安慰自己。
对于还没有持有的人，更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赚了很多，就急着把自己推进一个高波动窗口。投资里最容易亏钱的时刻，不是你完全不懂，而是你懂了一半以后，开始觉得自己必须马上行动。美光现在最有价值的，不一定是一个立刻买入的信号，而是一个训练你理解 AI 产业链和周期估值的窗口。再往深处看，美光这次财报还会影响一批相关公司，因为它的业绩和指引会给市场重新判断 AI 基建热度的线索。如果存储价格继续强， HBM 需求继续爆，市场会认为 AI 资本开支还没有降温，相关半导体公司、设备公司、数据中心链条都会受到情绪带动。反过来，如果它释放出任何需求放缓或价格松动的信号，市场也会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轮 AI 交易是不是跑得太快。所以你会发现，真正成熟的投资者看财报不是只看一个公司，而是看它在产业链上的信号价值。美光像一个温度计，测的是 AI 工厂扩建的热度，也测的是市场愿意为这份热度提前付多少钱。这里我想把评论区留给你，你认为美光现在更像是一个被 AI 重新定义的成长型存储公司，还是一个站在周期高点被市场提前透支的传统周期股？不要只写看多或者看空，真正有价值的是你用哪个变量来判断 HBM 订单、库存、价格、资本开支，还是财报后的指引。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美光的机会来自 AI 把存储从后台配角推到了前台，美光的风险也来自市场太快把这个变化当成确定答案。好的投资不是找到一个听起来漂亮的故事就冲进去，而是知道这个故事什么时候还在兑现，什么时候开始被价格透支。你让 AI 写一封邮件，背后是一整套硬件、存储、电力、网络和资本开支在支撑。普通用户看到的是几秒钟的等待，投资者要看到的是谁在这些等待里收钱，谁在扩张里承担风险，谁的利润是真正落进口袋，谁只是被行情带着往前跑。这就是我一直想在这个频道做的事情，把美股市场里那些看起来很远的产业变化翻译成你能理解的生活常识，再把生活常识推回到财报、估值和投资判断里。如果你也想少被情绪带跑，多用产业逻辑和长期主义去理解机会，可以继续关注这个频道。本视频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金融、法律、医疗或其他专业建议。涉及具体投资决策，请结合自身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和专业人士意见理性判断。市场有风险，任何观点都需要持续被验证。